哎，给你一个。好。哎，你看这儿。嗯，要这样做的。快点吃，热的牛肉馅儿的，吃吗？你昨天唱的那个意大利的歌剧片段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怎么好说。什么叫不怎么好说啊？你唱那种阳春白雪，我根本听不出门道啊。不过我觉得你唱托夫歌曲好听。你这个人就是没品味，只配听那些靡靡之音。真的，你比如说那个《都市夜归人》，就上次咱们2个学校举办联谊会唱的那个，真的特别好听。你是不是因为那首歌开始打我的主意？已经无情地被偷走，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？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。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，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，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一次解脱。守着一个人的寂寞，像开不出的花朵，两个人的世界变成无奈的沉默。曾经那快乐的经过，难道就不能回头？曾想对你说，怎么能忘了说再一次拥抱我。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？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。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，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，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一次解脱。守着一个人的寂寞，像开不出的花朵，两个人的世界变成无奈的沉默。曾经那快乐的经过，难道就不能回头？曾想对你说，怎么能忘了说再一次拥抱我？导师知道你的事儿了。他骂你了？他很痛惜。我们的事儿呢？他知道吗？我跟他说了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起结婚的时候，好像就坐在这儿。对，是这儿。我还记得你跟我说，我们结婚之后，所有事我都得听你的，要拿你当领导，工资上交，按时回家，要把你妈当成我的亲妈。最重要的是要守着你，护着你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发脾气跟你吵架。
扪心自问，除了最后那几天，我都做到了。是我太过分了，太肆无忌惮了。我只顾自己的感受，我想当然的以为这就是我理所当然该过的生活。我从来没有顾及过你的感受，我从来不知道你活得这么辛苦，真的对不起。没有，毕竟我答应过你的话。事实是我没做到。光明，我们还可以从头再来过。来不及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对了，你跟薛丽君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是说，你以后得改改你的脾气。如果想跟一个人在一起生活，当然，你现在已经改了很多了。这是薛丽君的父亲。你真的希望我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吗？我想听听你心里的话。我只是希望你幸福，希望你跟婷婷都幸福。你多保重。沉默以后，不愿再开口。沉默以后，世界安静了。上天让我们相守，为何又走到尽头？曾经的温柔，已经无情地被偷走。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？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。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，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。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一次解脱。守着一个人的寂寞，像开不出的花朵。两个人的世界变成无奈的沉默。曾经那快乐的经过，难道就不能回头？曾想对你说，怎么能忘了说再一次。
齐老师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等您呢。我想你能不能把我带到杨老师那儿去一次，就是关于许婷婷唱歌的事情。他试都没让一个孩子试过，就说不行，这不合适吧？杨老师也是为了婷婷好，他怕如果没有选上，婷婷内心会有挫败感。但放心吧，其实我们不会那么脆弱的。要是不行的话，我直接去找他。哎，您别呀，这样吧，我把您的意思转达给他，我再争取一下，好吗？那就拜托了。没事儿，走吧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婷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不是不该来呀？哦，没有。那天晚上那个婚戒，你不会想着还给我吧？哦，在家呢。你想拿回去吗？不，我就怕这个。那丁雪，我们就按照以前说的继续前进。哦，对啊，继续向前。真的，我就说嘛，那老天爷不会耍我的。那丁雪，我现在就开始着手准备啊，好好把这个事情安排一下。还需要准备什么？办婚宴呢？还要办婚宴啊？我们两个都是二婚，有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了，二婚怎么了？丁雪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一刻，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刻。我都已经想好了啊，咱们不但要办，而且还得大办。首先呢，我想把家里重新的拾掇拾掇，然后把那些旧的家具扔掉，全部买新的，按照你中意、你喜欢的买。然后我们还得准备订酒店、订婚纱、拍婚纱照、度蜜月。总之，的确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就觉得这心里边对不起你。好啊，那随便你吧。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。那丁雪，明天啊，咱们就先去看家具啊。我知道你忙，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，但是家具得挑你喜欢的买。哦，好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你还得抽一天时间去见见我爸妈。见你爸妈？啊，我怕咱俩的事跟我爸妈一说，他们特别想见你。啊，好啊，应该的。太好了。小雪啊，婷婷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呀？什么事情啊？她去参加合唱团的事情。妈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我觉得魏老师说的有道理，婷婷的情况根本就不适合参加。但是我觉得，现在你让她去学习唱歌，对她练习开口说话那是有帮助的。妈，婷婷现在能说话了，已经恢复的挺多了。你想让她进一步恢复呢，可以参加英语辅导班啊，或者别的什么的。这唱歌啊，跟别的不一样，它关乎音准啊、乐感、节奏。你是音乐老师，你能不懂吗？但这些事情吧，你不让她试试，你又怎么知道呢？那你要试你就试吧，反正我觉得你这是在瞎折腾。我不是在瞎折腾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孩子啊，他不应该在这方面比别的孩子差的。明天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明天不是周末吗？你要有空的话，我们两个一起先训练训练这个孩子。明天薛丽君约了我去看家具。你不是去看家具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早晚有一天啊，我一定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车。行了，别做梦了。我的座右铭你忘了？梦想总归要有的，是不是？万一要实现了呢？
丁雪，你看这套家具怎么样？你想象一下啊，往咱们的新家里边一摆，那感觉啊，满意吗？还行吧。还行吧，那肯定就是不满意。丁雪，没关系啊，咱们今天一定要挑到你满意为止。其实何必呢？你那套家具挺好的，根本就不用换。那哪行啊？咱们是新婚，新人得有新气象，是吧？再说了，那个家具已经在那闲置好几年了，我自己都看不上了，更何况你呢？没事儿，今天咱们的原则就是挑到你满意为止，啊！哎，走走走，咱们去那边再去看看，走。老齐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接呀？电话？对呀，电话在屋子里都没听见，什么事儿？你过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光明今天2审开庭，可能要判决了。今天？对呀，今天上午，他没跟你说吗？他什么也没说。不知结果会怎样？那要不这样吧，你帮我照顾下婷婷，我去法院看一下吧。行。婷婷啊，梅姥姥怎么了？没事，宝贝，姥姥有事出去一下，梅姥姥给你一扫好吗？婷婷乖啊，姥姥一会儿就回来，拜托啊，慢点啊。你看这一套是我们这边最好的，对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喂，妈。喂，丁雪啊，你现在哪里啊？我在家具店，怎么了？许光明今天2审开庭，听说他要判。我说话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这不是早晚的事情吗？你别大惊小怪的。哎呦，哎，我现在正在赶去法院的路上，要不然你一块儿去？我去了能怎么样呢？我说你这个孩子，你在说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，他毕竟是婷婷的父亲。我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也帮不上忙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说我不去了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呀得去征求一下我未婚妻的意见，我们家里她说了算啊！一会儿给我点面子啊！哎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妈，康健，阿姨，您来了。怎么样啊？刚刚判。我想知道宣判的结果怎么样？啊，时针药业败诉了，我们施密特赢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光明就没事儿了。光明被判了3年。为什么？你们不是赢了吗？他出卖商业机密罪不成立，
但是因为那个声明书，声明书什么声明书？是这样，阿姨，他之前签署了一份声明自己研发的技术是抄袭时针药业的声明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声明是假的，所以光明因为作伪证被判了3年。他怎么就这么傻呢？他这么样做不是自己把自己给害了吗？是啊，我也问过他，但是他就是不告诉我为什么。一定是李梦竹让他这么干的。应该不是。事实上，如果刚才不是李梦竹当庭反戈一击，把事情的原委全部都说出来的话，可能光明判的不只是这3年。那许光明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他干嘛要签一份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声明书呢？这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吧。康健，今天阿姨要说你了。既然今天是判决，为什么不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呢？要不是你爸和大梅告诉我的话，我跟小雪都还蒙在鼓里呢。阿姨，这个其实是光明的意思，他不让我告诉你们，可能不想让你们看见这个场面吧。哎呀，他这个人呢就是那样，什么事儿他都闷在自己的心里。我觉得这样吧，阿姨，咱们都理解他一下。可能光明这么做，也是想在你们俩面前留点自尊吧，也省得您难受，对吧？丁雪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妈，你等会儿别动。这是光明让我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他也没告诉我，他只是说让我判决之后把这个东西给你。这什么意思？打开看看他的信啊。小雪，对不起，我就要离开这个家了。3年的时间，很短也很长，真的很不舍。遇到你，携手走过10年，我知足了。但是一辈子的约定没有走完，是我最大的遗憾。如果有时间可以重来，希望还有机会能补偿你和婷婷。我不在的日子里，婷婷是我最大的牵挂。女孩子要娇养，但也要让她学会坚强。妈妈为我们付出的太多，她现在年龄越来越大，身体也越来越不好。而你承担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，对不起，让你受累了。另外，房子有人住，家才温暖，你们搬回去住吧。存折里面的钱虽然不多，但是补贴家用应该够了。还有，如果有时间，节假日的时候，替我去看看我爸。总之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能幸福，照顾好自己。小雪，放下过去，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吧。怪不得他不愿意复婚，他是想好了，
他早就想好了。沉默以后，世界安静了。上天让我们相守，为何又走到尽头？曾经的温柔，已经无情地被偷走。离开以后，还剩下什么？离开以后，就别再回头。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，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，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一次解脱。守着一个人的寂寞，像开不出的花朵，两个人的世界变成无奈的沉默。曾经那快乐的经过，难道就不能回
当初我觉得许光明太绝情，男女离婚通常是男的净身出户，很少看着女的被扫地出门。现在看来，我错了。那时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现在我真的有种说不出的感动。没想到他会这么做。那丁雪有什么打算呢？不知道，你敢问？你觉得他会等许光明吗？我希望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前几天你说丁雪跟薛丽君准备结婚，真的吗？说是正在看家具，也送了订婚戒指，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。要是到了这种程度了，那恐怕丁雪跟许光明的几率就很小了。不过我觉得薛丽君这个人也还行，起码对丁雪是真心的，对婷婷也不错。他对婷婷再不错，他能比得上许光明吗？你这不是钻牛角尖吗？许光明现在这样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我真的希望，我怕我一觉醒来，所有的事情他还能回到原点，眼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场噩梦。都想想好的，别想那些不好的。人得往前看，别往后瞅。你说的那些道理我都明白，但是人不可能总是活在道理里头吧？这多没意思。你这就有意思了。连许光明自己都叫你不要管了，这不是明摆着他有他的考虑吗？他这一进去就是3年了，这3年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他不愿意让婷婷和丁雪孤苦伶仃，有薛丽君，好歹也有个照应。行，那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管了。真的想通了？想得通又怎么样？想不通又能怎么样？这就对啦。老齐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咱一把年纪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大梅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，你能不能帮我照顾好婷婷？好好的，别说晦气话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怎么了？阿尔茨海默症，这是什么病啊？我得的是老年痴呆症，多可怕呀！慢慢的，我真的就会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慢慢的，我就会连你都不认识了。慢慢的，就会变成一个大傻子。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尊严的活着，而我已经没有可能了。你说我还能照顾好婷婷吗？不至于吧？丁雪知道了吗？没敢告诉她。这个孩子心里自己已经够乱的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他呢？如果是这样，得赶紧治啊！医生说这个病全世界都没有治的，倒是给我开了些药，也许呢，能缓解、控制一下病情吧。原来我剩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。
我不想浪费时间，我想好好的陪陪婷婷。妈，妈，姐，哎，阿姨出去了，出去了。对啊，哎，去哪儿了？现在接婷婷还早呢。我看她不像是去接婷婷放学。哎呀，那跑哪去了？她说去那边家里了。那边？对啊，我当时看她迷迷糊糊的，就顺口问了一句：“姐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”哦，行。我知道了，那你先去上班吧，啊，拜拜。妈，不走了吧？婷婷还在幼儿园没接呢，我得接孩子去。哎，妈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。你去厨房啊，我知道，把菜洗洗，我知道，一会儿回来还吃饭呢。好，你先坐下，你先别动，坐下。妈，你快醒醒，醒醒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婚礼的钱，车队。到家了啊！这边，错了，这边，右边。你来了。啊，阿姨。婷婷，你扶好姥姥啊，小心点。阿姨她对我还是……今天脑子又犯糊涂了。又犯糊涂了？那也不能总这样，得去医院治啊。知道。哦，你今天过来。哦，嗨，本来今天晚上想让你去我爸妈家吃饭的，他们都念叨好几回了，结果，哎，嗨，算了，改天吧，你先照顾你妈。哎呀，实在对不起啊，你跟你爸妈说一声，改天我再去，替我谢谢他们。不用，我这始终不习惯你这么客气。啊，那个酒店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哪天有空咱们去看一下，如果合适，我就把定金交了。我就不去了吧，我最近心里啊实在乱得很。啊，行，反正这种事情我一个人也可以搞定，我自己去。那就辛苦你了啊。
就是想到那去打扫打扫了。这房子吧，老不打扫，它容易发霉。妈，明天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不用，我没事儿。什么？你没事儿？你刚才在许光明家。你们的家？哎呀，甭管谁的家，反正你就听我的，明天去医院彻彻底底做一次检查。我真的没事儿，我现在脑子清醒得很。你看我的眼神，哎。妈，我真的求求你了，你听我的好不好？梅阿姨啊，您帮我劝劝我妈吧，我怎么劝她都没用。不用了，你妈从许家沟回来以后，自己去医院查过了，是阿尔茨海默症，也就是老年痴呆。老年痴呆？梅阿姨，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妈不让告诉你，她不想让你知道。她说知道了也没用，这病没得治。不，这一定得治。她不会去的，她不想浪费时间，她只想在她彻底糊涂之前好好陪陪婷婷。这个病啊，我也打听过了，都说确实没法根治，只能采取给患者相对稳定的生活氛围，让他们身心愉悦，尽量避免刺激。医生给你妈也开了药，她每天在偷偷的吃呢。丁雪，我觉得呀，这事别强迫她，你还是假装不知道吧。她想怎么着，她高兴就行，这样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。梅阿姨，我妈都这样了，你说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？上次她走丢了，我就应该带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我就是以为她受了点刺激，脑子一时糊涂，根本就没有想到是这个原因。你说我怎么这么不孝顺呢？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你现在有这份心，你妈知道了会很高兴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以后啊，还是让她多参加一些社区活动，尽量让她高兴起来。梅阿姨，真的谢谢你。好了，别哭了。对了，你跟薛丽君的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这个时候我哪有这个心思啊？都是他一个人在张罗。你告诉阿姨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妈她不再反对了是吧？光明进去之后，他就没再说什么了。你妈呀，是怕她自己照顾不了婷婷了，光明又要在里边待3年，好歹有薛丽君能照顾你们，要不然啊，她绝对不可能放弃。梅阿姨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我真的一点主意都没有了。梅阿姨，就这么着吧，薛丽君对你也不错。
要不过去吧？不，你听，小马、老牛他们唱的都很有进步，真为他们高兴。他们想你呢。老牛、小马，老齐来啦！老齐来了！哎呀，老齐，哎呀，你来了！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哎呀，老齐呀，你可总算出现了。你这老不来，我们的社区合唱团可就要解散了。我病了，哪儿病了呀？是家里有事脱不开身。对，是你来了，哎呦，来了，可想你了。老齐，想你，你看看你不来呀，我都找不着调儿，你看看不是没法唱了。可想你了。但是你有进步了。老齐啊，很久没来了，我们合唱团的水平在下降啊！哈，要不要老齐我们调整调整，指挥一下子？调整调整。我好久都没有排练了。哎呀，你的水平大伙儿都知道，还用练呐？赶紧的，正好，赶紧的，来，开始一首歌。好，同一首歌开始。花城告诉我你怎样走过，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，甜蜜的梦啊，谁都不会错过。终于迎来今天这欢醉时刻，星光洒满了所有的梦。好了，怎么样啊？我就说嘛，人呐，越是不顺心的时候，就越要出来走走。怎么样？现在是否觉得心情好多了？行，我听你的。心情好了呀，这些毛病什么的也就都自然好了。你看那些得癌症的，而有的人想得开，心情好，到最后啊，还是活得好好的。你这点毛病算什么呀？哎呀，不算啥，每天都出来活动啊。
行，我听你的。哎，怎么今天常向红没有过来呀？老常瘫了。什么？他瘫了？前阵子跟他闺女吵架，突然昏倒了，拉去医院一检查，脑溢血。他现在在医院里头啊？不在了，没住几天就被他闺女接出去了，不舍得给他花钱。原来人老了都那么可怜。是啊，前天我见他坐在轮椅上，在墙根底下晒太阳。看他那个样子呀，估计生活也不能自理了。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哎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哦，我们去。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敢去看他。他现在挺可怜的，你要是去看他，他一定很感动。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，又在一个合唱团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有什么恩怨不能化解呢？说得对呀，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平安是福，健康也是福。那我听你的，但是我今天去不了了，我要接婷婷放学呢。啊，不急不急，你先去忙你的，改天我约你。哎，好，慢点啊。哎，好。现在几点了？半夜2点半。你一个人坐在这儿，你不睡觉你干嘛呢？我睡不着，我想去看看许光明。你见了许光明，你想跟他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想跟他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跟他说什么。但是我们心里是对不起人家的。妈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这事儿又不怪你。今天白天，我坐在你们家里头，我脑子里想的全是过去的事，就像过电影一样。我想着想着，我就迷迷瞪瞪的睡着了。我总觉得这个孩子就在书房里头。他下班了。他打开了书房的门，叫我妈妈。我忽然就醒了。
再仔细一看，原来生活是苦的。爸，你别想那么多。事情到了今天这样，谁也不想的了。那你也别为难。如果你自己不想去，那就算了。关键是婷婷，你说让婷婷在那种地方跟许光明见面，我不知道婷婷心里会怎么想，她受不受得了？是的，现在这个孩子大了，他懂事了，所以这事儿先放一放，先不想了，以后再说吧。听你的。你要给他拉开。杨老师，知道了。周老师，我们班婷婷来了。这是她姥姥齐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知道您已经下班了，对不起，我给您添麻烦了。没关系，那咱们现在开始吧。哎，可以。来，婷婷来，乖，乖，婷婷，转过身来。行。婷婷啊，没事儿的。站好，站好啊。好，那开始吧。婷婷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，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挺好的。婷婷啊，你先跟魏老师去教室里面等一下好吗？孩子啊，你太紧张了，你没发挥好哎。走，我们走吧。太紧张了，放心吧。齐老师，许婷婷的情况魏老师跟我们说了，我看啊，还是算了吧。啊，别，千万别！这个孩子一定是太紧张了，他没有发挥好。他在家里唱的可好了。再说了，我觉得你们这个场地对个孩子来说可能太陌生了吧？你就让他来回来去的多练几遍，他一定会唱得很好的。再说这个孩子在家里头是很努力的。齐老师，许婷婷现在的情况不是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的。再说咱们这个是合唱团，到时候是要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市的中小学生比赛的。您也是声乐界的前辈，您比我们更清楚，到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出问题，那就全乱套了。请您相信我们，我们会努力的，而且会更努力。齐老师，您要再这样，就是为难我了。就这样吧，走吧。不行，杨老师，真的不行。我希望你能给我的孩子一次机会，我也希望你不要这么来拒绝一个孩子。再说刚才，你不是给我扣了一顶大帽子吗？说我是你的前辈。那好，今天我以前辈的身份告诉你，这个孩子，他行的，他一定行的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很失态？杨老师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多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会好好训练他。再给我的孩子多一次的机会，我们应该相信，他可以恢复到原来的地步。那好吧，那就过段时间再安排一次。就这么说定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二位老师，回去好好练。哎，谢谢，慢走啊。
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。唱。哎呀，婷婷，你得相信姥姥，用不着多久，我们会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，你信不信啊？我不想唱歌了。来，你这个孩子啊，咱们1次2次唱不好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你肯跟着姥姥练，咱们一定能比以前唱得更好，信不信啊？我的孩子，你是不适应，真的没问题的。哎，为什么老摇头啊？啊？为什么老要摇头啊？啊？来，转过来，看着姥姥的眼睛。你以前是这么答应我的，你跟我说过你永远不会放弃的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比别的孩子差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会比别的孩子唱得更好的。再说了，这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。相信姥姥，也相信你自己，好不好啊？哎，来，好嘞。对了，来。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。妈，你还不死心啊？我想肯定不会有问题的，只要我们肯努力。你帮着我一起去训练他们。团里马上要去省里汇演，接下来要复排节目，我会很忙的。我明白。那你就忙你的去吧。训练婷婷的事情我自己来。妈，我们要尊重现实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婷婷虽然能听能说，但是她跟普通的孩子是不一样的。她是通过耳蜗听到外面的声音，跟直接用耳朵听到是不一样的，音律、音调、音色都不一样。别的孩子听1遍就能分得清楚，可婷婷听10遍都分不清。你怎么让她跟别的孩子去比啊？但是你自己并没有用耳蜗去听过，你怎么就知道她不行呢？咱别抬杠行不行？不管你承不承认，婷婷就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我知道，这很难让人接受，但这就是现实。我知道。妈，婷婷真的会受伤的。当她发现，她比别的孩子更努力、更认真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，你想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你不是怕她受到伤害吗？这件事，恰恰会给她带来最大的伤害。要是换了从前，我同意你现在的说法。那现在为什么？因为现在，这个孩子终究要长大的，我们只能陪他一时，我们不可能陪他一辈子。他慢慢的要学会去面对现实。如果我们现在就让他什么事情遇到困难就要学会放弃，他将来
他的内心就会越来越脆弱。宝贝儿，还记不记得爷爷老家的根生叔叔啊？记得啊。他唱的好不好听啊？好听。那好，你就跟着姥姥一起喊，咱们喊的，对面的人都能听得见，行不行啊？嗯。冉冉，深呼吸。啊！学夏天的小狗，小狗怎么呼吸的？啊，狗耳朵竖起来，对，眼睛半虚。小狗怎么夏天？错了，婷婷。来，妈妈教你，舌头都吐出来了。那你把手放在妈妈小腹上，你感觉像妈妈肚子是不是鼓起来？吸气，鼓起来没有？好，开始啊。来，感觉一下，来，放在小腹上，吸气，来，好，来个快的，来个快的。